凌迟。是王爷。抱歉，刚才不应该和你发脾气。王爷，您别这样说嘛，您心里苦闷，属下知晓。如果骂属下2句，心情能够好，属下愿意天天被王爷骂。属下不是怕挨骂，反倒是怕王爷不骂出来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，王爷您好好休息。何不改嫁？瑞王好像还单身，也不知道愿不愿意娶我。但王室婚姻好像挺麻烦的，应该受宗人府的管束，有事没事还得入宫给皇后请安，或者不当妻当妾。对呀，当妾最好了，不用履行妻子的义务，不用管家，不用同房，也不用生孩子。我给他治病，他给我一个身份，各取所需就行。慕容珠却起身，就高高兴兴地进了房。小姐，您回来了。我说，如果我去给人当妾，你还愿意做我丫鬟吗？当妾？对。小姐息怒，奴婢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因为奴婢并不知小姐的出身。如果是穷苦人家姑娘，当个夫人妾也并无不好，但看小姐的气质，又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姑娘。抱歉，我忘了跟你讲了，这里是沈家别院，我叫慕容麻雀，是礼部尚书养在外面的私生女。礼部尚书和昌宁侯府有婚约，但人家尚书长女不乐意嫁昌宁侯府的街溜子，就把我从别院弄来替嫁，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昌宁侯府的少夫人。只是因为替嫁身份，外加那纨绔世子被一个心机婊培养成了大备胎，所以侯府不待见我，才把我弄到别院来。您竟然是侯府少夫人，奴婢失敬。有什么可失敬的？这少夫人身份我不稀罕。小姐刚刚说大备胎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这世上有一类女子比较有心机，还比较婊，明知道一个男人喜欢自己，她既不同意也不拒绝，就这么吊着，给自己留后路，一边吊着后路男人，一边找更好的。如果找到，就把后路男人一脚踢开；如果没有找到，再让后路男人把妻子休了，转而娶她。小姐说的没错，确实有这样的坏女人。她坏不坏是她的事，我不会把自己的人生浪费在和这种渣男渣女勾心斗角上。他们没有志向，只知道掐架内斗，我可是有志向的人。你还记得我问你不急的事吗？奴婢记得。我不可能永远留在侯府，肯定想走，但按照现行的制度，我如果和离，就要回所谓的娘家尚书府。尚书府不是好地方，也是个贼窝，我落到他们的手里好不了。所以之前我的计划是，我们2人学武功自保，然后弄到户籍之后，立刻远走他乡，过安生日子。不过最近我改变主意了，因为某些不方便公开的原因，未来一段时间，我想待在瑞王身边协议婚姻。听说亲王的婚配对象受宗人府管制，逢年过节要入宫参加各种应酬，平时太后皇后召见也得随叫随到，很不自由。所以想来想去，我想当瑞王的妾，你觉得如何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觉得无论是在侯府还是瑞王府都很不错。你没懂我的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我去给人当妾，你还愿意给我当丫鬟吗？大家应该比较鄙视妾吧？小姐千万别这么想，奴婢怎么会鄙夷啊？小姐想做什么，奴婢就支持什么。但小姐真的想好了吗？您在侯府好歹是少夫人，真的要去当妾吗？刚刚我不是才说沈子言是他表姐的备胎吗？我们用脚趾头想想，都能猜到那表姐正在物色新男人。物色到了还好，一旦没有物色到，扭头嫁沈世子，我还是要被扫地出门的。但您是尚书府小姐，还有如此精妙的医术，就是做瑞王妃也没有什么不妥啊，没必要当妾吧？现在瑞王的病情依赖我，我以此为要挟，要当瑞王妃是没有问题。但当了之后呢？身为人家正妻，不和人家同房，不为人家生儿育女，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？但我确实不喜欢他，我有我想做的事。是，奴婢都听小姐的，小姐想嫁谁就嫁谁，想当妾就当妾，这样才乖。你先休息，我去做饭。朱姑娘，不好了，有急事！出什么事了？刚刚前院来报说有一辆马车过来，车厢上的标志好像是昌宁侯府的样子，而且那马车考究，看着不像是下人的马车，车马上就要到了。不是下人马车，我知道了，你等等。说着转身回了房间。出什么事了？慕容珠却二话不说，把瑞王手上刚插进去的针又拔了出来，往空间里一扔。今天上午的针临时取消，我有急事，办完后会回来，你先休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越来越恨自己是个废人，连帮他遮风挡雨的能力都没有。他暗发誓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他一定要治好伤，一定要康复。开门！
哟，是什么风把世子吹来了？怎么坏事做多了遭报应？我来补救了。哼，你放心吧，本世子行得端坐得正，便是报应嘛，也先报应你们违背契约的慕容家人身上。我们违背契约，好歹是给你送了个人过来，怎么？如果来成亲的不是我，而是慕容嫣然，你就能抛弃你那绿茶表姐，和慕容嫣然好好过日子？什么绿茶表姐？听起来不像好话呀。你的智商听不懂这个词儿也是正常。你告诉你，我和表姐是清白的。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成亲当天不和新娘拜堂，去给绿茶表姐过生日，这叫清白？回头你们俩脱光光滚在床单上，是不是也是堂堂正正沟通姐弟感情？你们俩可别糟蹋表姐弟这个称呼了，这称呼摊上你们俩这对表男表女，真是倒霉透了。你信不信本世子抽你？来啊，你抽我，我就去报案，帮你们昌宁侯府出名。到时候看是你抽我抽的狠，还是侯爷抽你抽的狠。侯爷真是威武不减当年呐，那铁拳轻轻松松就能把地砖打碎，好期待那铁拳打在你脸上。你岂有此理！沈子言欺人太甚了，竟然娶妻拜堂当天跑去见什么表姐，他和那个表姐一对狗男女。唉，想昌宁侯英明一世，却是生了这么个混账，真是可叹可悲呀！啊，不好，朱姑娘要被欺负了，我去帮她。别呀，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咱们外人插手不好。再说我们王爷的情况，我们要尽量低调行事，不要横生枝节。但是如果朱姑娘被打伤了，无法给王爷治疗怎么办呢？这再等等，如果真的动了手再说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要打就赶紧打，要杀的话更方便，那边就是乱坟岗，把我杀了扔乱坟岗就行。你以为我来是打你杀你？不然呢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本世子今天来是有事找你。哟，沈世子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呢？有事儿找表姐呀。你大婚日帮表姐过生日，怎么表弟有难，表姐不管？你们这表感情就这么薄弱呀？慕容麻雀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沈子言，我这是以牙还牙。本来还想接你回去的，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本世子不接了，你就给我住在这里一辈子吧。真的啊？那还真是谢谢了，我在这儿住的可舒服呢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朱姑娘这么找茬骂沈世子，应该是为了我们家王爷呀。是啊，如果回了昌宁侯府，朱姑娘不能自由出行了，就不能帮王爷治病了呀。唉，早知道尚书府的小姐有这个本事，应该在昌宁侯府之前，我们瑞王府去提亲的。唉，是啊，如果朱姑娘不是嫁给沈世子，而是嫁给王爷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停，本世子今天来不是找你吵架的，我们进去说话。孤男寡女的进去干什么？你莫不是想占我便宜？哼，你放心吧，本世子从前没碰你，以后也永远不会碰你。你把那块玉佩还给我，我来就是和你要玉佩的。玉佩，请进吧。你让我进去？我只让你在前院厅堂坐一会儿，你别想进我的闺房。我知道你一直想进我闺房。谁想进你闺房了？你就是跪着求小爷我进，我也不进。那就好，沈公鸡果然长了一个鸡脑子，难怪被绿茶婊耍得团团转。说我们俩做笔交易如何？什么交易？我把玉佩还给你，你和我和离，或者直接休了我，怎样？啊，和离？你竟然愿意和本世子和离？是啊，我不想和你扯这些没用的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想和离。你若是愿意和离，我就还你玉佩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只要和离，就把玉佩给我。没错。好，你等着啊，小爷我这就回去和母亲说一声，说完我们就和离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反悔啊！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我也绝对不反悔。好了，不耽误沈世子的时间了，请世子回吧。很快，马车越走越远，消失在视线尽头。李公子，你在吗？我事儿办完了，方便接我回去吗？朱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快带我去见瑞王，我有要事和他商量。是。李云池不敢怠慢，急忙将女子带了过去。啊，你睡了？没睡，就是有些乏了，躺下支腰，扶我起床。不用。好。输好夜之后，王爷，先问您个问题，您能不能帮一名没有子嗣的单身女子自立门户，在她有父母、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？很难。好吧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有婚约吗？听说你们这个时代，听说你们京城人早早就有婚约，就像隔壁沈世子和礼部尚书长女慕容嫣然一样。没有婚约。那你有妾室吗？没有。朱姑娘为何突然问这个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一位喜欢的女子。没关系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为你治病有我的目的，虽然你是活财神，但我不是活菩萨，我的目的也不是和你要银子，而是有件事拜托你。但愿我这个废人能帮上你，说吧，何事？我想给你当妾。君北玉瞬间愣住，我知道你有喜欢的女子，也能看出来王爷你是洁身
身自好的人。你放心，我不需要你喜欢我，我只是需要一个立户的落脚点。毕竟西凉国女子不能单独立户。我发誓，我不会逼你同房交公粮，也不会出去乱搞，给你戴绿帽子。我就希望你别管我，我们甚至都可以立字据，你收留我，我医治你，怎么样？你不是已有婚配吗？是，我可以和理呀，你愿意吗？因为惊喜来得太过突然，君美玉有些懵。如果王爷不乐意，能不能说服李公子娶我？我给他当妾也行，反正只是要一个身份，一个自由身。云池有婚约。看来只能给你当妾了，你还不同意？谁说本王不同意？本王朱姑娘，您真的不考虑当妻吗？不考虑，你有喜欢的人，我不能因为给你治病就剥夺你的爱情和婚姻啊。再者说，我只是想要一个自由身，不是真想结婚，也不能剥夺我自己的爱情和婚姻。你到底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我们可以立字据。好法子，等回头你喜欢的人吃醋，我得用字据自证清白。你可不知道，这女人吃起醋来麻烦死了，没完没了。我可不想在侯府宅斗完，跑你瑞王府来继续宅斗。好，听你的。沈公姬可一定要说服沈夫人，只要沈公姬能说服沈夫人和离，我发誓对从前发生之事既往不咎，以后再不说沈公姬一句坏话，若有必要，还能帮沈公姬美言几句，吹吹牛屁。姨母才刚刚睡下，大中午的你闯什么闯？好事啊，大喜事！什么喜事？我们出去说。唐念约见周围无人，便用了比平日更温柔的声音说吧，有什么事？表姐，你不是让我去和臭麻雀要玉佩吗？大清早的我就去了。然后呢？他给你了吗？他说只要我愿意和离，就把玉佩给我。唐念约瞬间面色大变。表姐，你怎么了？子言，我劝你暂时别和离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当初为什么成亲？是因为侯爷不想得罪慕容尚书。难道刚成亲没几天就和离，不是得罪了？你这么任性，让姨母怎么办？让侯爷怎么办？我们知道慕容姑娘嚣张跋扈，为人粗鄙，但外人却不知道，只以为侯府出尔反尔。到时候姨母和侯爷在京城都抬不起头，搞不好慕容尚书勃然大怒，对侯府不利呢。子言乖，要体谅下姨母和侯爷。我和离，你知道原因的。我累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沈子言想要和离。什么？小姐您同意了吗？我怎么会同意他们和离？他们和离，本小姐怎么办？小姐说的对，沈夫人一直喜欢小姐。之前沈世子没成婚时，还有事没事的试探过，让小姐嫁入侯府呢。倒是世子成亲之后，沈夫人没再提过。所以本小姐今日才敢来侯府常住，从前是不敢的。如今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侯爷因为公差大概1-2个月不回来，小姐在侯府陪沈夫人，再过半个多月就是皇后娘娘的皇家晚宴了，到时候沈夫人肯定会带小姐去的。听说那场晚宴是皇后娘娘专门来办的，让太子看看京城的这些名门闺秀，只要我们小姐出场，还不是艳压群芳啊？那还用说，什么京城第一美人儿，空有其名。当时他们选什么第一美人时，就没招几位闺秀到场。如果有我们小姐，有那慕容嫣然什么事？别瞎说了，让人听见笑话本小姐。云池，扶本王起来训练一下。啊，还训练啊？王爷，您这不是刚刚才休息吗？欲速则不达，不能一口气把自己累坏了呀。这可不是属下说的，是朱姑娘说的。她要是知道王爷您过度训练，会骂人的。我跟您说啊，朱姑娘骂人可凶呢。好吧，王爷，您今天开心吗？有什么喜事啊？说给属下听听，行吗？不行。我和瑞王商量了，他同意让我做妾，只要这边和离，我们就搬去瑞王府。朱榴莲眼前一阵眩晕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奴婢有些晕。啥？具体说说哪种晕法？小姐息怒，不是那种晕，是心里的晕。因为奴婢感觉前一刻还在乱坟岗，以为自己死定了，下一刻被小姐救了，现在又说要去瑞王府，奴婢像做梦一样。吓死我了！小姐，您就不能做瑞王妃？他有喜欢的人，就算他没有，我也不可能给他当王妃。不仅他，换个人我也不当正妻。我去做晚饭了，你也抓紧时间休息康复。还有2天，我可能就忙起来，没时间照顾你了。忙起来？过2天我要给瑞王做手术，到时候搞不好得在那边看上几天几夜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饭菜有人能送来。是，小姐。一晃2天过去，房间内医疗器械被一一的摆在了桌子上。这个东西
这个东西是要用在王爷身上？是啊，这个是半身麻醉用的，用了这个割开你家王爷皮肉就不疼了，否则疼也疼死个人。李公子，按照昨天我教你的方法，帮王爷脱衣服、摆姿势吧，准备开始注射麻药了。好。然而手术没进行一会儿，李云池终于还是晕倒了。造孽呀，最后还得我刺起来，没有帮手也得进行。慕容朱雀可忙坏了，毕竟没有高频电刀，手术难度大大增加，需要控制流血。就连趴在手术台上的君北玉也感受到女子的忙碌。朱姑娘啊，你不会感受到疼痛了吧？没有，你的麻药有效。我是想问晕痴人呢？哈哈，手术刚开场他就晕倒了，连个帮我递手术刀的人都没有。可以把他踢醒，或者泼盆水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不愧是亲主子，下手最狠。多谢夸奖。因为李云池晕得死死的，泼水更没希望，他手里压根儿没有那么多水。慕容朱雀拿起一根银针，眼疾手快，对着地上昏迷男子手指上的关冲穴一扎。果然，李云池被疼醒。疼醒之后的李云池冷静下来，消毒便来帮忙。1个时辰之后，瑞王的手术就这么惊险的结束了。李云池将瑞王抱到了床上。王爷怎么样？疼吗？不疼，朱姑娘医术高明，全程竟感受不到疼痛，真的太神奇了。若非亲身经历，本王无法相信，把一个人皮肉割开，竟然没有丝毫感觉。抱歉，王爷，刚刚属下无能，竟然晕厥。正常，关心则乱。如果换一个毫无关系之人，你反应不会这么大。多谢朱姑娘。客气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什么事儿啊？教我功夫啊，还有榴莲的，一起教了。对啊，教武功。朱姑娘放心吧，在下不会忘的。君北玉听见两人愉悦的聊天，想到记忆里云池俊秀的面容，心情瞬间低落。如果她是朱姑娘，应该看不上自己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应该会喜欢云池吧。哦，对了，李公子，你帮我去别院看看榴莲的情况，顺便送个午饭过去。是，王爷，属下去就回。倒是不用着急回来。本王是说，朱姑娘因为要照顾本王，怕是无暇照顾她的侍女，你多关照一下。属下明白了，王爷您放心吧，属下会好生照顾朱姑娘的丫鬟，让朱姑娘无后顾之忧的。去吧。王爷，你感觉怎样？开始疼了吗？还好，不算疼。别急，现在麻药还没有过劲儿呢，等一会儿咬你受的。没关系，我不怕疼。疼的话尽量忍一忍。如果实在太疼，就告诉我，我给你注射止疼药。我是说我不怕疼。不怕就不怕呗，你和谁赌气呢？我巴不得你不怕疼，好吧？朱姑娘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你问。如果云池没有婚约，你会嫁给他吗？不会。给他当妾呢？也不会啊，我想好了，这妾呀，只能给你自己当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我当妾的目的就是为了快速有个自由之身，但我话说出去，谁能信啊？回头人家娶个妻子，指不定怎么吃飞醋，找我的麻烦。但你不同。我怎么不同？你丑啊，你又丑又瞎又瘸，哪个姑娘会嫁你？所以当你的妾是最安全的。王爷心情为什么不好啊？王爷，刚刚父亲找我说是有急事。去吧。父亲说那件事可能有些麻烦，属下可能会耽搁一点时间。不用担心本王，去办好横说的事儿。是王爷。我可真聪明。李云池走后，房间里又剩下2个人。君北玉能感受到女子跑到了窗旁，又开始看书了，心中郁闷，女子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书？难道就不能过来陪陪她？他更郁闷，自己找不到话题和女子聊天。突然，双腿传来一阵剧痛，让君北玉呼吸猛然停住，没有时间再胡思乱想，只能集中精力对抗腿上的疼痛。麻药是不是失效了？怎么样？用不用止痛针？不用。哟，还挺有骨气，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。你继续去看书，不用担心我。好的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床上的某人已经被冷汗湿透，整个人好像躺在冰冷潮湿的冰窖里，双腿疼得好像被人直接用斧头砍断。可以的，这男人真可以。你出了太多汗，先喝点水吧，补充体力。张嘴。紧接着，一根吸管样的东西被放在他唇旁。这是？喝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味道这般古怪？里面放了盐和糖，为了给你补充体液。给你说原理你不懂，给你讲一个案例。你见过那些赤膊上身，在太阳下暴晒出1天汗的人吗？没有。那你听好，如果一个人在太阳下暴晒出很多汗，不仅皮肤晒黑，身上甚至还有盐渍，因为人的汗液是咸的，里面有钠。简单来说就是盐分，因为太多盐分随汗液排出，体内缺盐，就需要补充盐。记住了。流汗时会将身体里的盐分排出，造成体内电解质紊乱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充一些含有盐分和糖分的水。说着要放开男人的手，却发现他紧紧抓着他。抱歉，你的手太温暖，我就下意识抓了下。原来如此，没关系，你把糖盐水喝完，可以继续抓。很快1碗水喝完，慕容朱雀也信守诺言，拉住了男人冰冷的手，用自己的体温帮其温暖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用不用止痛针？不用了。你想听什么啊？我跟你讲讲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缓解疼痛。
痛。能不能讲讲你？你有婚约，为何潜伏在侯府做丫鬟？为何又要解除婚约，给我做妾？当然，你可以不讲，我不勉强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嗨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弄了半天竟是这个。原本想隐瞒的，既然要与你合作，就没有必要隐瞒。我是礼部尚书慕容松的私生女，从小一直养在别院里。你这段时间受伤，不知是否听过昌宁侯府沈世子和慕容尚书家慕容嫣然有婚约，然后吧，这两家都是贱人，明明对这段婚事不赞同，但谁也不肯退婚。慕容家很贱，把我这个私生女找回来替婚，沈家更贱。大婚当天，沈世子跑去给什么表姐庆生，逼着我和公鸡拜堂，岂有此理！这还没完，成亲后，昌宁侯府全家老小一起欺负我，敬茶一事让我举着茶碗不动，又让我跪祠堂，还让我去厨房洗菜烧饭，然后我搬出了沈世子那个晦气的院子，沈夫人竟下令让我禁足3天，你说气人不？